朋友們把手裡的活先放一放。今天咱們不聊虛的，咱們来聊聊科技圈裡這場打了30年的三國殺 Windows、MacOS 和 Linux。這就好比是3個性格迥異的室友住在同一個名叫操作系統的大公寓裡。咱們今天就用大白話把這3位的愛恨情仇、家底兒出身，還有那一肚子誰也不服誰的硬核邏輯，一次性給你捋清楚。首先，故事得從他們的爺爺說起，你不能只看孫子不看爺。這3個家伙雖然現在打得不可開交，但往上倒幾輩兒其實都跟一個叫 Unix 的老神仙有關係。上世紀60年代，貝爾實驗室搞出了 Unix。這東西太強了，強到什麼程度？他定下了一個規矩，叫一切皆文件。這個哲學到現在還是計算機界的金科玉律。後來 Unix 這個大家族分家了，也就有了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們。先說老大 Windows， 這是個什麼樣的角色呢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穿西装打領帶、稍微有點發福的中年精算師，或者說是一個超級務實的大管家。Windows 的出身其實挺野的，早年間比爾蓋茨從別人手裡買了 DOS 系統，轉手賣給 IBM， 賺了第一桶金。但真正讓他坐穩江山的是 Windows 95。那時候 Windows 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兒，他把複雜的電腦操作變成了傻瓜式的點點點。Windows 的核心哲學就2個字：兼容。這哥們兒是個超級念舊的囤積狂。你現在去 Windows 11裡找，甚至還能翻出30年前 Windows 3.1 時代的圖標和代碼邏輯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在乎商業客戶。銀行、醫院、工廠這些地方的軟件可能20年都不換， Windows 必須保證這些老古董在新系統上也能跑。但這也就帶來了問題，為了兼容 Windows 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包袱。它的那個註冊表系統就像一個堆滿了雜物的老閣樓，誰也不敢亂動，動一下可能整個房子就塌了。而且 Windows 早期的內核設計比較混亂，導致了著名的藍屏。不過這裡得給 Windows 正個名，現在的 Windows 10和11用的都是 NT 內核，這東西其實非常先進，是一個混合內核。微軟後來花了大價錢把地基修得固若金湯，現在的藍屏多半是你顯卡驅動沒裝好，真不賴系統。接下來說老二 MacOS， 這位是誰？這絕對是住在頂層公寓喝着手沖咖啡的精致貴族。MacOS 的身世那叫一個跌宕起伏，簡直就是爽文男主。當年喬布斯被自己創立的蘋果公司趕走，他一氣之下搞了個叫 Next 的公司，在此期間他基於 Unix 搞出了一套超先進的系統。後來蘋果快不行了，把喬布斯請回來，順帶把這套系統也買回来了。這就是 MacOS 的真相，他穿着最時尚的阿瑪尼西裝，那套漂亮的圖形界面，但脫了衣服，裡面練的是最純正的 Unix 內功。所以程序員特別喜歡 Mac， 因為它既有 Unix 那種強大的命令行工具，又不至於像 Linux 那樣天天折騰驅動。MacOS 的哲學叫封閉的完美，蘋果不僅控制軟件，還控制硬件。它就像一個5星級酒店，服務極好，床很軟，飯很香，但窗戶是釘死的，你想換個窗簾。沒門，你想在裡面装個非官方的插件，它會彈出10000個警告窗告訴你這很危險。這種獨裁帶來了極致的穩定性，它的內核叫 XNew， 也是個混合內核，把用來處理消息的 Mach 式微內核和負責幹重活的 BSD 內核放在了一起。簡單說，由於硬件也是蘋果自己選的，系統不用去猜你到底插了什麼顯卡，它只為這一套硬件優化，所以它的能效比極高，待機時間長得嚇人。最後咱們來聊聊老三 Linux， 這個家伙怎麼形容呢？他就是一個穿着 T 恤、頭髮蓬亂、智商爆表的技術宅，或者說是一個崇尚絕對自由的游俠。Linux 的故事最傳奇。1991年，芬蘭大學生林納斯·托瓦茲覺得當時的系統都太貴或者太難用，就自己寫了個內核發到網上，說我就只是做個好玩的東西，不會搞大的。結果呢，全世界的黑客都瘋了，大家一人一把柴，硬生生把這個小玩意兒堆成了現在的世界基石。Linux 的哲學是自由和控制，它給你一把槍，也給你子彈。如果你不小心照着自己的腳開了一槍， Linux 會聳聳肩說這是你的選擇。
Linux 是單內核設計，這意味着它的核心像一塊巨大的、緊密的肌肉，所有的驅動、文件系統都在這個核心裡跑，效率極高，快得飛起。所以，雖然你平時在桌面上很少見到它，但你其實生活在 Linux 的包圍圈裡。安卓手機底層是 Linux， 你刷的抖音、逛的淘寶，服務器跑的是 Linux， 就連特斯拉的汽車系統，甚至天上的空間站用的都是 Linux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是開源的，誰都可以拿去改。你可以把它裁剪到只有幾兆大小放進路由器，也可以把它擴展到幾百個 T 用來跑超級計算機。但這也導致了它在桌面端的體驗很分裂，有幾百個不同的版本、發行版。裝個軟件可能要敲一堆代碼，對普通用戶來說，門檻確實有點高。就像給你一堆樂高積木讓你自己造車，造好了很有成就感，造不好就是一地雞毛。好，咱們總結一下這3位的技術內核和現實地位。如果你想要的是極致的兼容性，要玩最新的3A 大作，要在公司裡處理複雜的 Excel 表格， Windows 是唯一的選擇。它的中庸之道讓它佔據了桌面端 70% 以上的市場，它是幹活的工具，雖然偶爾會發點小脾氣，但最皮實耐用。如果你想要省心體面，想要一塊好屏幕搞設計、剪視頻，或者你是寫代碼的程序員， MacOS 是首選。它用昂貴的價格買斷了你的折騰成本，給你一個只管用，別問為什麼的舒適區。而如果你想探究計算機的本質，或者你要搭建一個永不關機的服務器，又或者你是個控制欲極強的極客， Linux 就是你的聖地。它是互聯網世界的空氣和水，無處不在，卻又深藏功與名。這3者沒有絕對的優劣，只有適不適合。Windows 是繁華的集市，吵鬧但什麼都有。MacOS 是精緻的私家園林，優雅但門票昂貴。Linux 是廣袤的原始森林，充滿了危險，也充滿了無限的可能。至於現在的趨勢嘛，其實更有意思。微軟越來越擁抱開源，甚至在 Windows 裡塞進了一個 Linux 子系統 WSL。蘋果的芯片越做越強，開始在硬件底層上降維打擊，而 Linux 的桌面體驗也越來越像 Windows。這3個老冤家打了一輩子，最後反而在互相學習，這就叫相殺相愛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聊到這兒。下次你再打開電腦，看着那個啟動 logo 的時候，希望你能想起這背後那一串波瀾壯闊的歷史。